这个人的手艺半点没有变化。那不是他的房间，但常见他从那个房间出来。这饭菜还合不合你胃口？伤口恢复的怎么样了？你要是无聊，你可以和白灵兽一起玩，他不会再伤害你。好多话想对你说。但我不该说，你也不会再给我机会说。进退失据，原来是这么个感觉。这房间里莫不是有什么奇珍异宝？神青叶，神落星，神观月。这里竟然是供奉上古神灵位的地方。打扰了，诸位上神。千机，
诞生新的神奇了。天道可有赐名？天道赐名行止。行止，好名字。他的使命呢？最奇怪的一次，天道并未给予天启之事。小星矢，我是上古神青叶，以后在天外天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行止，这是行止刚诞生出来的样子，这是上古神留下的记忆。还有吗？行止啊，一个玄算比赛而已，一票之差输给青叶，不丢人吧？差了一票，那你投给谁了？我要是说没投给你，你会怎么样？给你看个东西。什么呀？洗洗脑子吧。行止，这个小行止，调皮。来，幼稚。还有吗？啊？供奉上古神灵位的地方，当是极清净之地。把这么重要的地方，随便摆在这样一个屋子里，真的没关系吗？仙界的人是日子过得太舒坦，门口也不知道设个结界拦一下。这儿不能随便进来。我先前没有告诉过你吗？那我现在出去还来得及啊？来不及了。也没什么大事儿，来都来了，一起过来拜一拜吧。也有好久没人过来看望他们了。此处的景色与天外天一样，他们素日里也会派成星宿的模样，不会到处乱动。可能今日见到你来了，他们就跑过来凑热闹，看来他们很高兴。他现在是真的开心。我看到的只有这些灵位上刻的字，而行止看到的却是他曾经的朋友，一些再也回不来的友人。
星矢活到现在，已经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少年了。他被3界称为尊神，享最高礼遇，独居天外天，握苍茫星辰，观天下大事。可却再没人能陪伴他左右了。他站得太高，谁都无法触碰。会觉得寂寞吗？为何这么问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若有朝一日，灵尊、肉鸦、我的将士和下属们，皆变为不能说话的牌位，而我还要一人独自守着空无一人的灵界，我必定是活不下去的。习惯了便好，并且我重责在身。你说的寂寞也好，生死也罢，都不在我的掌控当中。上古神不应该是将世间所有都握于掌心的吗？算是吧，但唯独我自身除外。神因力量过于强大，而不能动私情。我想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况且生与死，也不在我的掌控当中。除非待到我受尽之日，化为天地之气，永驻山河，否则我还不能死。受尽之日，上古神也有受尽之日。自然，万物有生，岂能无灭？虽然我的寿数很长，待到我受尽那一日，我便随天道之力，化为天地间一缕生机，融入到山河湖海当中。神形虽灭，但神力永存，继续守护这万物星辰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些神明都是寿终正寝，化为了天地间的一缕生机。他们中有3成是寿数尽了，剩下的7成都是在受尽前出了变故，做了有悖天道之事，被剥夺神格，永堕凡世，到人间尝百苦去了。他们神形俱毁，神力荡然无存。他们生前在世间残留的法术也尽数消失了。这些灵位也算是天道仁慈，给余下的人留下了一点念想吧。而我亲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，这里的灵位一点一点的变多。也就是说，顺应天道受尽而去的神明，他的神力还会留存在这世间。但若被天道剥去神格的神明，便什么也不会留下。若有朝一日你出现任何变故，那虚天渊是由我撕裂出来的一个空间。若是我被剥夺了神格，没有了神力维系法术，它自然会消失。
那会有数千头像蝎尾狐一样的魑魅逃出来？不会，它会随着虚天院的消失而消失，但与此同时，灵界也会被虚天院牵连，一同沦陷。为何？哪怕是神，也要开辟出那般巨大的空间，也是极为困难的。所以我借由灵界五行之力，并注入我的神力，方才铸成虚天渊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灵界与虚天渊便连通在一起，同存共亡。你竟然做出这种不顾及灵界子孙后代的事！若虚天渊有任何变故，那我灵界岂不是第一个遭殃？我若不那么做，灵界早就不在了。我知道，在一场战斗当中获得一定的利益，必定要做出这种牺牲。但这样的牺牲，你不能出任何变故，一丝一毫都不可以，必须要给我活到寿终正寝之时。自然，更何况现如今天外天只有我一个神，整个天外天都是靠我一个人的神力维持着。如若我要是不在了，彼时天外天倾覆，星石落瓦，尽数砸在九重天上，必定使九重天塌陷，危害天下苍生。这三界唯剩一个神了，没有人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。幽兰说的没错，星芷不能出世，没有谁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，只因为他早已不单单是他自己了。如此沉重的责任，实在让人难以背负。所以，神离，我不能喜欢你。神君玩笑呢？事到如今，沈离哪还敢对神君抱有什么幻想？只是神君莫要时不时的撩拨沈离。但我控制不住啊！我控制不住想要撩拨你。这个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自己责任沉重，不能动情的人是你，现在说出这种话，来牵绊我的人也是你，推开的人是你，握紧的人也是你，你是有毛病吗？应该是有点什么病吧。这算是承认了什么吗？他的话说得如此模棱两可，但背后的意思却那么明确，所有的情绪都该收敛了。可是他说他做不到，那么既然如此，本王必定会替神君治住这个毛病。这原本也不是我一个人能控制的事情，但没办法，一个身负天下重任的人在我面前耍无赖，那就由我来吧。我碧苍王没有斩不断的东西。那有劳王爷了，还望王爷莫要治标不治本，定不负所托。王爷，星芷还有一事相托。
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。倘若有朝一日我身形消散，留下一个灵位在此，我还希望王爷闲来时能够前来打扫探望一番。为何是我？因为正好你看到了。神君仙寿绵长，沈离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。如果你都等不到的话，那这寂寥天地也未免对我过于残忍了吧？我比谁都清楚，记忆不会保存太久。若有那一日，我希望他能来看看我，常看看。总会记得久一点。若是他早早把我给忘了，那我该多寂寞。哼，这偌大的仙界，还能给我饿死不成？这仙界的桃也不大呀。我们仙界的桃确实是不大，但是又香又甜。王爷若是不信，可以随便尝尝。这是让我随便吃的意思？你随便吃吧。这幽兰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想借着这几个仙桃噎死我不成？还是要陷害我偷拿仙果？哎，你们幽兰仙子给的东西，拿了不算偷吧？王爷说笑了，既是神女给的，自然不算偷。这仙界的酒，劲道未免也太大了。糟了，百花宴开始了，我代表灵界来的，迟到了那可是个大笑话。这家伙竟然也不叫叫我。算了，最好连同舍的情分也不要有。哼，这就庆祝上了。
神君鲜少来百花宴，啊，神君，请上座。这白玉已太冰冷，我就不做了。神君何时怕凉？你们看到那是哪家的作家？看起来真威风。不知道啊，真的好漂亮。这是什么？真是威风啊！这怎么了？之力竟如此强大，若不是凤凰天生火性，或许在我接住这压力之前，便已被灼烧为灰烬。啊！天君，有火锅，往西院去了，已经烧起来了。西院，西院供奉着上古山的灵位，碧苍王也在西院。神去哪儿了？这是？走。本王在此，谁也休想损诸神一分威严。星之与仙界那些蠢货，如此重要的地方，竟不知设个结界护卫一下，而且事发这么久，他们就没有谁看见这里不对劲吗？仙界这些闲人们，当真是说大日子过久了。他日若是灵界攻上仙界，不消一天，就能让这群酒囊饭袋俯首称臣。我愿不能理解
天道为何不许神明生情了？如此强大的力量，若随心所欲，始于私情，那天下岂不大乱？沈离，你不想活了吗？死不了，只是我有点累。你为了这间破屋子，把自己逼成这样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总不能让你一点念想都没有了。只是了云上崎岖风鸣长啸，眼眸越明亮。城必然苍你当真是在帮我控制我？茶风莲不过寻常，为激动光景难抵抗。神君，别过来！我现在就带碧苍王去疗伤。和神君比起来，平日看起来那般强悍的碧苍王，竟是如此娇小。沈离也有脆弱的时候。火袭仙界，简直胆大包天，务必彻查。是。3天过去了，天兵派了一队又一队，火攻这么严重的事儿，居然还没查出来。看来如今的仙界真的是悠哉的太久了，众仙家也真是散漫成性了。是该整肃一番了吧？回禀天君，回禀天君，调查西院被袭一事已有进展。快说！臣等循着行止神君扔回去的火球，在北边一隅发现了侵略者的行迹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那处已无一生者。人家躺在那儿让你们查，你们居然还查了这么久。微臣惭愧。继续说，到底是谁有胆量敢来袭击我们仙界？北海一族。北海一族，他们一向是性情温顺的一个族群，千万年来从未挑起过战争。这次发了疯的袭击仙界，背后定有隐情。吴远，在，立刻去北海一探究竟，速去速回。是。啊，看来芙蓉这次真是花了点心思在沈林养伤的地方。皮外伤而已，何须养那么久？简直是浪费时间！你让我出去？伤没好以前，哪儿都不能去。
那些天火根本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。主要是我此前进了洗髓池，被洗去了灵力而已。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哼，若不是房中灵位之气溢出，无知友人们以神力护住你的心脉，你还能像现在如此大声地跟我讲话吗？如此，竟是那些灵位之力露了出来，护住了我。这些上古神也真是神奇，都已经毁得只剩下一个牌位了，却还要抽空护住个把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神君，下次去祭拜的时候，替我说声多谢。另外，既然当时我已经被护住了，那就说明我已经没事了，我可以出去了。不行。你关着我做甚？你非要出去做甚？啊！已经3天时间了，仙界却还没有捉到主谋。说什么派人去探查消息，就算是前天出发的，这2天从仙界往北海也能跑10几个来回了。难不成这探查消息的人是栽到水里迷路了不成？怎么办事的？该着急的人不着急，你在这儿瞎着什么急？我再被关下去，我就差瞎了。换作往日，我定要提枪剿了那群混账东西的老巢。我看你啊，是挨欺负了，心有不甘，想讨回来。你不准走。该着急的人不着急，你在这儿瞎着什么急？我再被关下去，我就差瞎了。换作往日，我定要提枪剿了那群混账东西的老巢。我看你啊，是挨欺负了，心有不甘，想讨回来。你不准走。我会帮你讨回来。不需要。你这伤还疼不疼？放我出去。不。神君，神君，王爷，王爷，天君请你去凌霄殿，有要事。何事不能托人传信过来？神君，真是要事。带路吧。那便一同去吧。比萨摩，灵界传来消息，灵界都城遭北海一族袭击，灵尊昏迷，10数名将领牺牲，各处战乱，情况极危啊！何时传来的消息？5天前就传来了，只是仙界遭了祸袭，各仙家奔波忙碌，这书信今日才传到我手里啊。这是5天前的战报，如今情况只会更糟。仙界的形势之慢，已经让人无话可说。然而此时，任何对盟友的抱怨都是无用的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需要冷静分析。如此看来，5天前仙界遭到的攻击乃是佯攻，是对方声东击西之法。对方不过虚晃一招，已经让仙界众人上下奔波，乱成一团麻，无暇顾及其他，自然也不可能相助于灵界。但是，灵尊昏迷，10数名将领牺牲，
如此惨重的伤亡，这不是灵界应该有的。灵界的将领皆是万中挑一的精英。沈离恳请天君让在下立时返回灵界。这是自然。灵尊昏迷，定是伤得不轻。这些丹药呢，拿给灵尊服用。我已点兵，很快就助灵界剿清悍匪。灵界的暴乱与遭到攻击，绝不是偶然。若是按照常理推断，这应当是夺权之争。北海一族，或许也只是借来的幌子。神君与我想到一处去了。我想这灵界肯定有人暗中作怪，想推翻如今灵尊，另立新王。可彼时新王定与仙界相对，这麻烦极大呀！神君近来奔波劳累，这百花宴呢也未办成，我等真是无能啊！神君离天外天已久，然而天外天呢是……明日，我便返回天外天。好。这些日子，多谢神君照拂。神离告辞。倒是可以好好控制一下了。进退失据，怅然若失。无论是世间事还是他，你早知道的，该放手。来，慢点啊！大家，将你们的情绪收好，成何体统？本王不管现在发生何事，军中将士当差之时不许落泪。若再让本王看见有垂泪动摇军心者，斩！遵令。灵尊在何处？回王爷，灵尊现在正在寝殿之中静养，还未清醒。王爷，难道灵尊的伤又恶化了？灵尊还在昏迷。这是天君给的丹药，你们看看是否能用上。王爷实乃是灵界的福音呐！
奉承的话就别说了。灵尊为何受伤？灵尊所受之伤是颈项上一剑，而这一剑却不重，真正致使灵尊昏迷不醒的，王爷，是毒。什么毒？好似是一种瘴毒，初中毒能使人丧失理智，而后会致使昏厥不醒。若中毒者身上有伤口，其伤口便无法愈合，流血不止。但这种瘴毒与别的瘴毒有些许不同，它好似对灵族之人的身体伤害极大，可对其他别的东西却没有什么威胁。这简直就像是针对灵族而提炼出来的毒药一样。瘴毒，我中的毒很难解吗？略微有些困难。可那时那毒并不太厉害，行者也稍动法力，便将瘴毒驱散了。如今这毒，当时那人不是死了吗？青岩赤荣呢？二位使者在出事前被灵尊派去调查各地傀儡作乱，尚未赶回。这么巧，简直像是算计好的一样。那些将军，牺牲的将军可有安葬？尚在城外军营中停放，可能还得几日才能下葬。为何？根据军规，大战过后，要先把士兵都埋完了，才能安葬将领。已经过了5日，到现在士兵还没有安葬完。好好守护着灵尊，务必要让灵尊尽快醒来。是。灵界并不是一团散沙，这些士兵也不该把谁看作救世主，他们该是有秩序的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该按计划行事。平常他们也确实是这个样子，即便是吃了败仗，也不会见他们有这样的表现。而这一次，看来情况比想象中更加严重。王爷！王爷！王爷！末将无能，末将有罪。2位将军，请起。到底是多大的打击，才让向来有士气的灵界将士如此颓然？先跟我说一下，灵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一队人马虎从南边袭来，他们只有200人马。200人马？200。区200人马，竟将我灵界践踏到如此地步。对方什么来头？他们打的是北海一族的旗子，来的皆是彪形大汉，浑身黑衣铠甲，力道惊人，而且手中兵刃锋利无比。他们将人的脖子直接折断，或是活活打死，更有甚者，将人直接劈砍而死，力量极大。他们的皮肤好像异于常人，普通的士兵难以刺入。唯有稍有法力的将军，将法律关于兵刃，才能伤其一二。对方有无留下尸体？没有，末将肯定已经砍下30余名敌人的头颅，但尸首皆被对方带走。
我有8、9名敌人被灵尊擒住，生生炸成肉泥。若是他们的话，有200人，力量确实不可小觑。对方的领头之人是什么人？是一个戴着斗篷的黑衣人，外形与常人无异，但一手剑法极为诡异。灵尊便是被他的剑所伤。不愧是碧苍王啊！如此，倒也说得通。只是他怎么会是北海一族的人？先前他在人界诛地仙山神，现在又大费周章的先佯攻仙界，又袭击灵界。他们攻击灵界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灵尊金印被他拿走了。金印，当真是夺权吗？可是光夺走一个金印，又能夺什么样的权呢？这里躺着的人，本王皆能唤出他们的名字。但如今，有的却已认不得他们的面目，有的尸首不全，有的面目全非，还有的……这是谁？莫方，他拼死斩下3名敌人的头颅，却被几名敌人团团围住，活活吞噬了。莫方，莫方被吞噬了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没有尸体，我不信！末将亲眼所见莫方将军被他们吞噬，末将也是。知道了，本王知道了。灵族惨败，将士惨死。若那时我在，或许就不会这样。王爷，不必自责。
人死不能复生，后悔无用，遗憾也无用。我能做的，是让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。看过生命的河，不息的流淌，挣脱束缚的壳，追寻着希望。无意展露锋芒，本能的迎难向上。一道光照亮天湖下地震荡，是我挥舞的银枪。无以无名，引忘川。我必苍王审理，以命立誓，此仇必报。将军，属下收到确切的消息。沈离在今日下午便回了灵界，他带回了仙界的丹药，解了灵尊的毒，然后施展术法，安抚了都城数万生灵。
简直就像个救世主一样啊！难怪灵界的庸人都将他供着。搜遍整个灵宫，也不见碧海苍珠的气息。定是沈沐月那家伙已经把珠子给了沈离。看来现在不得不对付他了。将军，上次一战，我们一折损了58名傀儡，有的尸体尚在拼接中，短期内怕是不宜再战。沈离再厉害，也不过就是一人而已。捉几名傀儡往虚天渊去，动静弄大一点，把沈离给我引出来。彼时我再亲自动手，杀了他，取回碧海苍珠。是，可是少主他。事成之前，不能让少主知道。是，属下明白，属下明白。少主在沈离身上已经心软过太多次了。我杀了他，是为了取回碧海苍珠，也是为了除疑后患。等沈离死了，即便少主再有异议，他也无计可施了。去找几个精壮的活人来，助我调理内息。属下得令。灵尊的毒已然退去，但因之前失血过多，尚未苏醒。由我们3位长老代替灵尊暂行职权。在敌人袭击王都之时，暴乱发生，然而不过几天，各地都渐渐平息下来，简直就像为了牵制灵界各地军队一样。会发生这样的事，那说明有内鬼。这不单单从暴乱一事来看，老朽前几日就在研究对方撤退的路线，若不是非常熟悉王都构造的人，断然是不会这么快就撤离出去的。而且更糟糕的是，各地皆有乱象，那便说明各地皆有内鬼。查！这些内奸不仅熟悉当地，还熟悉灵界的军队构造，必是军中之人。在此一战中，失踪的人、行踪诡秘的人，将其3族全部捉拿，一个一个的审。报！
各位大人，那些刀枪不入的怪物又出现了。什么？何处？人马多少？只有4、5名，他们去的方向是虚天渊。啊！虚天渊中有数以千计的魑魅，若是他们撞破结界，放那些魑魅出来，于灵界来说，那可是灭顶之灾呀！是啊，是啊。虚天渊的结界不会破，各位稍安勿躁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举动吗？有，他们沿途烧杀，所过之处没有一个活人。混账东西，真欺我灵界无人了吗？王爷，末将请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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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先前在王都都拿他们没办法，而这次就能赢得了吗？什么意思？真的由着他们横行霸道了吗？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拦住他们！哎，闭嘴！我灵族将军，岂能如此轻易的便去拼命，当真让人笑话了去？此次由本王亲自去会会那些怪物。王爷，王爷，本王先前与那些怪物有过交手的经验，只是不知过了这么久，那些怪人有没有变得更加厉害，以防万一。朱飞将军、上北将军，在。你们2位皆在之前的战役中与这些怪人交过手，相比于其他将军，经验更丰富一些，也更有实力。此次由你们2位陪同本王，一同前去。领命，领命。此次战役不为杀敌，只为活捉，哪怕只捉回1人也好，带回王都着人研究，找出其致命弱点，以防再次被袭击。得令。王爷还当我们是新兵吗？战场自己意气用事。我们知道。你们2位皆为军中精英，我灵族再不可失去1人了。走吧，走吧。
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就待在这儿，吓他一跳。嘿！哎，你们别走啊，我是阿远。吓坏我了！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捣乱。房子里太黑了，我们去外面玩吧。嗯。这不是阿红的面具吗？刚才还在这儿的呀。阿远，怎么了？那是什么？妖怪！妖怪！快跑！烧仙界，烧伤本王，这是还你的礼物。有趣啊，有趣，这才配做我的对手。德蒙王爷挂念是鄙人之福，实不相瞒，今日欲向毕苍王求取一物，我知道你定是不会答应，所以劳烦王爷把命留下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王爷四驱从罗而走，跟上王爷，快走！
神明之术。王爷好似对那位神明的事极为关心呐。莫方，谁与你做此事？属下有罪，只是碧苍王身怀之物，是我们必须要拿到的，我不能不取。欺瞒少主，是我担心少主耽于往昔，心怀不必要的仁慈，所以不如先由属下将其除掉，绝了这后顾之忧。我说了，谁与你做此事？是属下自作主张，但是碧苍王今日得死。走。今日碧苍王必须得死。我说走。好吧，那就请少主恕属下抗命之罪。少主，王爷，少主，会发生这样的事，那说明有内鬼。若不是非常熟悉王都构造的人，断然是不会这么快就撤离出去的。原来是你呀！细思过往，我犹记得，是我在王都将你点兵成将。300年相识，我与你去战场，留下数十字，更与你有生死相护的情谊。我唯你信任，视你为兄弟。我沈离自问待你不薄，灵尊待你不薄，我灵界更不曾害过你什么。如今你却屠我百姓，戮我将领，害我君王，做这危害灵界的罪人。你说，你该不该杀？什么危害灵界？如今的灵界受仙界制约，与傀儡何异？我家少主何等尊贵，若不是形势所迫，又怎会屈尊受辱潜于现今灵界？若要说危害灵界之人，哼，你现在效忠的这个灵尊，才是个真正的罪人，懦弱至极。闭嘴！王爷，欺瞒你，皆是我的过错。我知我已罪无可恕。你既已认罪，还有何资格叫我王爷？少主千万不要妄自菲薄，你又何罪之有？有错的是那些不长眼睛的愚忠之人。我们大费周章打入王都，为的就是碧海苍珠。现在我确定碧海苍珠就在沈离身上，
这天上天下唯有此一株啊！若不能夺来此株，千年的谋划就将毁于一旦啊！少主，还望少主不要感情用事，要以大局为重。走啊！想从本王这里抢东西，先把命留下。放开我！少主心中可有大局？沈离的气息，等我取出他的碧海苍珠，这具没用的尸体，便留给少主做个纪念吧。赶快放了他！不可能！只差一点，我们便可成功。你叫我如何放弃？若非要你放人呢？那便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本王今日便要踏烂你的尸体！给我！你也该为灵界众将领偿命。若能死了，倒也罢。
战要杀，也想离开此处。王爷，东南方向没有人马看守，你快走！叫我如何信你？你快走，快走！这么小啊！那边说我放不进这嘴。徐庭渊也没事。看来我也回不去了，可至少我守住了很多笑容，守住了灵界族。若说遗憾，就只有格格丹，我还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，没想到你竟然在这个地方等着我回家。你好歹是个姑娘家，怎么把自己当成男人使？用我炽热一一手光，点燃世间的虚妄。心的花火绚烂几场，才算不忘。蓦然回望，刹那记得血眼也灌淡，释然心的目光。星辰，我好想再吃一次你做的饭。疙瘩。吃饭了。掠过了苍茫，直至了云上。星辰，风一场，笑颜梦鸳鸯。成碧染苍霜，煞风烈不过许长。
天外天竟然起风了。将军来了！啊，将军们回来了，一定是解决那些怪人了。王爷呢？是啊，王爷呢？将军，王爷呢？尊上，您终于醒了。灵界已无大碍，尊上，您放心，王爷已从仙界归来，如今正在营地。灵尊，您先别急，不许他去。快把他给叫回来！尊上，上北将军从前线归来，已经在外等候多时了。快让他进来！可是，快去！是。令尊，
逼苍王以身献计，为我灵界铲除了强敌。如今已战死东海，属下无能，见王爷与敌人同归于尽，未能出手相救，唯有带回王爷的遗物。王爷，不可能，我也不愿相信。但这是属下亲眼所见。他是与敌人同归于尽了。是。还有一事，属下赶到之时，听敌手口中呼唤止水术，属下斗胆猜测，我灵界的祸端会不会？此事不要再猜测了。阿离是为我们灵界而战亡的，他护住了灵界，他让我们灵界在这1000年里不再受到生灵涂炭。他的英勇该让全天下人知道。是。上北将军，你是此东海一战的亲历者，就劳烦你去一趟仙界吧。斩断囚笼，只剩续一场梦，转动星辰，元素会初相逢。总是天地变化，回忆太汹涌，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望海天尽头，一切终归于寂然，喜与乐似幻觉，如朝露飘散，孤立于世间，遥想昨日何为盼，无所谈，只求无憾，斩断囚笼，只剩续一场梦，转动星辰，元素会初相逢，总是天地变化，回忆太汹涌。这些日子你倒是乖乖来给黄爷爷请安啦。你能这么听话，莫不是心里又在憋什么坏？我能憋什么坏？之前灵界的事儿不是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吗？我今天到这儿来，也是想等个结果。哟，开始关心灵界啦？莫不是对那个沈离？
我想通了，联姻我逃不掉，干脆呢就履行我的职责。我跟他说清楚了，就当是拜把子，关系在，秦运有，各过各的。胡闹！上北将军，劳烦通报一下。上北将军，请稍等。不必多礼了。你灵界将军为何来仙界？可是上次遇袭事件查出什么结果了？啊，恶人已经伏诛。我就说嘛，沈离厉害，回去就解决了。那你们碧苍王怎么样了？在下奉命前来面见天君，不宜多耽搁。告辞。为何渗出一身素衣呢？沈离怕不是又受了什么很重的伤吧？谢天君赐药。灵尊如今已经清醒，偷袭仙界与灵界之人已被我灵界碧苍王剿灭。灵尊特意着我来报，望天君安心。甚好，甚好啊！没想到碧苍王有那么大的本事。碧苍王现在何处？他此次出战有功，本军要好好嘉赏他一番。谢天君厚意，不过不用了。王爷已战死东海。战死？神君为何来此啊？方才说的何人？灵界碧苍王沈离于昨日东海战死。荒谬！此等消息，怎能未经核实便上报？神君，两界通信，若不核实，是绝不会上报的。如若不实，末将愿受五雷轰顶之责。不要在神明前离世，会应验。神君不知，末将更希望受这五雷轰顶之罪。尸首呢？王爷在东海之上，与敌人同归于尽，尸首消失于东海之境，无法寻回。东海何处？沧海渺茫，无法找到当时的方位，无人知晓王爷究竟身在何方。
昨日我于天外天察觉到一丝气流异动，想必下界必有祸乱。我欲下界一探，不知天君意下如何？宁定。神君心系天下，还望多保重自己啊！末将曾在东海听到敌人呼唤，他用的是止水术。这天上地下，唯有行止神君通晓止水术。止水术，他们如何习得神明之术啊？沈离，沈离，沈离，沈离！沈离。沈离，是幻觉。行止，行止。沈离。在这里，天君说的没错，我贵为神明，珍惜天下，此一生早已不属于我自己。我该护三界苍生，该以大局为重。我有那么多的不幸、不能、不可以。干嘛一副想轻薄我的样子？你就当我是要轻薄你吧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偏偏在遇到神君之后，逢战必伤。若有朝一日我死在战场上，到时候可得神君拿命来赔。若有那么一天，我的命赔你便是。沈离，你等着。
反噬，凌迟刮骨。你也拦不住我！又见你，清风茶园灯两盏，梦醒时分，谁又轻叹苦短？眼前未见你，沧海无从更辗转，只余星空余年无常难暂，想一汪苦水。甘愿沉默不知返，水中月似谁洗，如水已怎断？长夜太寂寥，有你方可渡彼岸，无所求，为你空怕斩断囚笼，只身续一场梦。转动星辰，愿速回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天尽头，一切终归于寂然，喜与乐似幻觉，如朝露飘散，孤立于世间，遥想昨日何为盼，无所谈，只求无憾，斩断囚笼。身续一场梦，转动星辰，愿速回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世界事换作尘埃一丝。何最匆匆，宿命哪怕难为，偏要与共。不惧碎裂，花天边一缕风。痛起誓言，纷飞中再重逢。仍有万物同在，同一片星空。愿归来，遨游彼
苍穹。碧苍王身运东海，仙灵两界联姻一事，不如就此废止吧。天君救命呐！天君呐，你要给老龙做主啊！天君，哎呀！天君呐，你要替老龙做主啊！天君，老龙王，这岁数了，稳当点啊！何事如此惊慌？天君，神君他兵锋东海数万里，海中生灵苦不堪言，还望天君救救老龙啊！什么？神君，神君，你怎么了？你流了好多血。神君，都说沈离灰飞烟灭，丽影术也寻不到他，你别找他了。神君。神君，东海逼疯的这段时间里，里面的生灵苦不堪言，望神君体谅苍生疾苦啊！若是沈离在此，也不愿意见神君如此寻他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哪怕化为灰烬，我也要一粒一粒把它找回来。神君节哀。这话本不该对神明说。神明本无感情，本就是无爱之人。既然无爱，又何谈节哀？神君，神君，原来被天道反噬，竟是如此滋味。此生怎会想到，如今我竟然也会有如此狼狈之事，如此狼狈。
从前从未觉得三界有多大，以神明之身，不管去何处，皆是瞬息之事。而今时今日，方才知晓三界之大，我竟然连一个东海都寻不完，寻不到，这也许是天意吧。我后悔了，神灵，我是喜欢你的。神君身上这伤这么重，也不知会不会有事。唉，但好歹东海的冰封算是解了。仙君，仙君，来这边了，别吵醒了神君。哦，也是。苦了你了，解封了就好，解封了就好啊！神君伤重，只能让他先待在这里几日了。啊，当然当然。你将东海损失清点一下，等我回去回禀皇爷爷。你可切莫因此记恨神君。哦，那哪敢，那哪敢呀！没想到神君动情之深，罢了。东海冰封已解，必苍王爷也。毕苍王沈离战亡，希望过段时间，神君能重守清明之心。皇爷爷，痛失毕苍王，乃灵界之不幸，但对神君来讲，这或许是庆幸之事。沈离是为了诛杀恶人而死，皇爷爷为何这般说？神君是三界最后的上古神，便是苍生最后的守护与希望。为了守他道心清明，莫说沈离，就算你我乃至仙界，皆可舍。
王爷爷，幽兰知晓神君对三界有多重要，也知道沈离和神君之事为天道不容，但沈离是为了三界而死的。皇爷爷，切莫寒了天下人之心呐！这么难过啊？我难过，也震惊。难过于沈离的死，震惊于神君与沈离的感情。我在灵界、人间、仙界都见过他们二人，见了那么久，我竟然丝毫没有发现。你竟然丝毫没有发现？欢姐，你可真没良心！我可听说沈离之前在洗髓时还救过你呢。他死了，你便丝毫没有心绪波动？哎呀，别怪我，我真是蠢。我与他们相处了那么久，要知道事情是这样，我就该出手阻止。是啊，你与他们相处那么久。是啊，哪怕我牺牲一点呢，哪怕我用心去勾引沈离呢，也不会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。哎，那你细细说说，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现在想来有好多细节啊，说说。现在说了还有什么用？让你说说。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又能有什么用？哎，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赶紧说完。哎呀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我要把这些事情烂在心里，也算是我对神君和沈离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哎，你别回石头干什么？你不说，姐姐就把你脑袋撬开。这洗髓池不仅能洗去瘴气，还能看到过去。芙蓉君，天君没有教过你穿好衣服才能出门吗？芙蓉君，听说你是来灵界帮忙的。你又沐浴净身过了，这一身正气，不出去净化净化，多可惜！刚好看到城东南角有瘴气。这是神君第一次见芙蓉君，就已经这么不满了。哎呀！来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今日碧苍王府可供参观，神君之宝，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。这沈离竟然收藏了这么多武器，这不得让我有100种死法？还好我有乾坤袋，我全给你偷。你去灵界都干了些什么呀？哎呀，现在想想，我去灵界的时候，沈离对我也算客气了。看下一个，交出来吧。我都卖了。你这个钥匙都没有时间藏，你哪有时间买东西？啊！交出来。这个时候神君就已经开始帮沈离做主了呀。再看看这个，还有谁？行止请战。
神君这是酸了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平时让你好好修炼，你不修炼，才看了几段回忆你就这样了。 算了，让你缓缓吧。哎，你说我是怎么回来的？神女送你回来的。她说你走在路上，伤心过度就昏过去了。我这么伤心？ 神女说是的。唉，我就是太重感情了。轻点儿，脑壳疼。仙君，依我看，你莫不是被打了脑袋？胡说！谁敢打本仙君的脑袋？天君。除了天君，谁敢打我脑袋？ 神女，我皇姐她也不敢，她也没这本事，也没有缘由。继续。哎呀，接上回。 那莫方将军又是王爷何人？亦是同僚。他们这身，这你都看不出来？啊？若不是他伤到动都动不了。 今天一定会把那个幕后黑手追到底，果知到了极致啊！所以说，谁会娶这样的女壮士回家？这种家伙哪有半点弱小、惹人怜惜的女人味儿？有，他有。有，他说有。这你都看不出来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一天回到仙界就跟我说没有没有，废物！哎，我还没看够呢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神女啊，你说仙君。 怎么会在这儿待着待着就昏过去了？要不还是找个医官来看看吧。你说在这儿都能待着昏过去，芙蓉啊，就是太伤心了。过来，哎，你看，给你施了一些定神的法术，现在是不是感觉好多了？嗯。 感觉胀痛的脑袋，一下就没那么胀痛了。你呀，就是太重感情了。唉，我呀，真拿自己没办法。哎呀，等你明天消肿了，我就能看最后一段了，就等明天了。神君。 今日为何要来这儿？我是来寻芙蓉君的。他这一次在灵界给你们带来了不少麻烦，实属我仙界的悲哀。我回到仙界以后，会把我的所见所闻呈报给天君，
他日，待到王爷嫁到仙界之后，芙蓉君定不敢像现在这般造次。神君，不要！神君不要啊！王爷体内的毒素尚未清干净，早点休息吧。啊，就这样了吗？然后他们来到了仙界，然后又分开，就这样吗？可惜了，沈离怎么就……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。芳姐，我今天难道在床上躺着躺着就昏过去了吗？不是的，你就是睡着了。可我觉得我好虚弱，好疲惫啊。没事儿，明天就好了啊。真的吗？黄姐是制药的，算大半个医官，你还不信我啊？也是。希望明日便不要再这么头疼了。哎，你明天好了再去看看神君吧。唉，仙君、神女，天君的旨意到了。神女，天君念及灵界，此次损失惨重。这2日，命人清点了仙界所处半数灵石，特命神女即刻启程前去赠予灵界，祝他们早日重建灵界秩序。仙界所处半数灵石，也是，灵界现在确实需要这些。天君还是关心灵界的。有劳使者，我这边去。那我去办事了啊！你好了之后找个时间去看看神君，别到时神君醒过来之后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啊！仙界的人，他们来做什么？此前我灵界遭难，他们为何不来伸援手？你们仙界的人来我们灵界做什么？我是奉天君之命，将仙界的灵石赠予灵界，助灵界修补。想拿灵石来安抚我们，依我看，分明是想用灵石来打发我们。就是，我们不要你们的灵石，你们自己拉回去。天君也是为了帮你们。帮我们？我们帮三界守了1000年的虚天元，王爷为此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你们就想用灵石来安抚我们？
我们不要你们的灵石，我们只要王爷，你们把王爷还给我们。对，我只要王爷。令尊，何事？仙界派洛天神女送来了灵石，街上民众似有不满，是否要将仙界的灵石退回？仙界的灵石，我们正是需要的时候。主人去安抚民众。是。尊上此前不让王爷接触虚天渊，便是不想让王爷与六名余孽扯上关系。尊上想尽了办法保护王爷，没想到还是……这也许就是他的命吧。如果一定要选一个，阿烈定是要做保护灵界安稳的那一个。如今他以命相抵，换了灵界安稳，只希望千年的仇怨能就此了结。只是了云上几句却明亮，城必然苍霜，煞风烈不过寻常，为激动光艰难抵抗，用我炽热熠熠曙光点燃世间难虚妄，心的花火绚烂几场才算不忘。师傅，我也觉得我好像进步了。明天继续，不许偷懒。好的。手上的伤，自己去拿药。那要抹了手滑，我不用抹，索性把手都磨出茧来，以后就不会破了。风鸣长啸淹没月明亮，城必然苍霜，煞风烈不过寻常，为激动我要早点变厉害，早点帮师傅办事，我要让灵界的瘴气消失，让大家不再区区一隅。你是最不怕疼的。你也是最懂事的。
为何要抵抗我？我不会再将我的身体给你使用了。若不是我有复生之力，你我早就命丧东海，死在那沈离的火焰之中了呀！是我以全部肉身之力保你周全，你却如此对我。你不该瞒我行事，不该伤害沈离。笑话！难道你和我的过去，你都忘了吗？少主，记住这个人，上过的是行止。1000年前，行止开辟虚天园，困我主上。若不是我救出少主，怎会有如今的光景？少主年幼体弱多病，是我以300年心头血喂养少主，才终将你的顽疾驱除啊！少主，属下知道我的心头血腥味重，但你只有喝下它，身体才会好起来，日后才可以打开虚天园，救出你父亲。真的能救出我父亲吗？真的。来，满胜，好，给你大口啊！来，干！来！我送你去灵界参军，是为了救出主上，而你却为了沈离多次误我大计。让沈离嫁去仙界，便无人看守虚天园，这更有利于我们行事啊！可少主啊，少主，你为何要故意被他所伤，帮他逃婚呢？
赤羽枪所伤，哪那么容易好？收着吧。少主啊，少主，你当真被儿女私情迷了眼睛吗？你我相依为命这么多年，咱们的千年大计就要毁于沈离的手上吗？我跟你说过，沈离不能动。你的这份仁慈，为什么不在离开王都的时候用上呢？我清楚地记得，有一个将军想要把你从傀儡的手中救出来，是你用剑杀了他。还有你最亲密的战友。别说了，我偏要说。别说了。你若忘了，我跟你说别说了，我跟你说别说了。兄弟们，丈夫太重了，直接避一避。薛庭渊的缝隙是你打开的。恭喜少主，君临天下，指日可待。这是力量还不够，这逃出来的不过是相对较弱的一支。真是不巧啊，都让他知道了。我的，竟被你蒙骗了这么多年。要怎么做，还用我教少主吗？少主还在等什么？等他换来更多的人，让你杀吗？我跟你说过，心软和犹豫是最不可取的。你年幼的时候，我教你的，你都忘了。你是什么人，你也都忘了吗？令尊和王爷都看
看错你了。现在不是做选择的时候。你一出生，命运就帮你做了选择。你身上流着谁的血，你改变不了。你的刀刃早就注定了指向何方。如果他活着，你就再也回不了灵界了。基因不用，得再找其他的了。今日灵界的莫方将军是否已经死了？既然已经对灵界动手，那便停不下来，审离他。我说过了，审离是我的原则，他不懂。少主，这可由不得你啊！少主，你便休息几日吧。少主，你都想起来了吧？你又是如何欺骗沈离的？这么多事，你都做了，你都瞒了。
好吧，少主。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既然你已经失去了本心，那你这一具我救活的身体，就不如彻底的为我所用吧。里面那人醒了，快去通知大人。这回怪得很啊！你想想，大人在房间里那么长时间没出来，只用这一个阵法困着这个碧苍王，我要是贸然前去，会不会？我让你去你就去，哪有那么多废话呀？回头耽误了大人的事，你我吃不了兜着走。去呀！他们要练上，你就主动催化催化，给他们就好了。有什么不能招的？这个法阵每天这么取你的血，你不嫌痛我都看恶心了。你看看我，堂堂北海三皇子北小炎，我连内丹都给他们了，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？知道与我一同落难的人不开心，我便安心了。碧苍王神力，今天你能听见啊？嗓子也是好的。你好不容易有这么美丽开头的一天，你说话就不能悠着点儿？这种鬼地方，怎么开头也都不会美丽的。我倒是希望我日日皆是五感全失。还好嘛，就是眼睛看不见。你嗅觉呢？触觉呢？你今天要是没有触觉的话，还能好熬一点。托你的福，我今日五感恢复其三，触感便在其中。那你可得忍住啊！我可不想等会儿法阵启动的时候听见你惨叫，我会害怕的。哎呀，自你们那日海上一战，已经3个月了。哎，3个月了。若是在人间还好，此处若是在仙界或是灵界，外面只怕早已沧海桑田。神灵，哎，神君醒了！神君，你可算醒了！来，慢点，慢点。神君，你身上这些被天道力量所反噬的伤，我们根本就治不了，
只能就近将你带回东海龙宫。3个月了，整整3个月了，你可吓死我们了！是啊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在神君昏迷的这3个月里，小王差遣了无数解冻的虾兵蟹将，终于在海底的一处寻到了那残枪的遗迹。经过灵界军事鉴定，那确实是毕苍王生前所持之枪。他们还想要回去，我是费尽口舌，苦口婆心，终于给您留下来了，就在此处。慢点，神君。灵界的人怕是以为你已经战死了吧？不知灵尊的伤势恢复的如何？都城恢复秩序没有？肉芽和旭旭会不会哭？还有天外天的神君会不会也有几分感慨？失了些许淡然。只是星矢身上的背负太多，他不能失去那份淡然。便是3界皆悲，他也不能有一分动容。这是神明应有的态度。当初那般动，那般避，可终究还是躲避不过。早知有今日，当初就应该对沈离好一点，更好一点，至少护得他不会受那么重的伤，哪怕让这茫茫3界古今诸神、浩渺天道全都知道。如今，3界确实也都知晓了。只可惜，他听不到了。就连堂堂毕苍王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绑进来的，也不知道这是哪里。过了苍茫，只是了云上崎岖的一场，却越落越明亮。城壁染苍霜，煞风烈不过寻常，为激动光景难抵抗。用我炽热以一手芒，点燃世间的虚妄。心的花火绚烂几场，才算不忘。蓦然回望，刹那激荡，血液也灌葬，世人心的目光。难怪他们用极寒玄铁来锁你，唯有此物才能抑制你体内的火灼之气。都怪你，把这弄得这么伤。更麻烦的是你的五感，还有声带。
每天皆有几感莫名消失，要么今日无法视物，要么明日听不见任何声响，说不出话，要么就像今天这样，消失2感，出现3感，每天皆在变化，太刺激了。是啊，真是烦不胜烦。不过左右都是身处于牢笼之中。 五感于我而言早已经不重要了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难道你不是吗？在这没有法力，寸步难行。有时阵法启动时，我甚至庆幸自己时不时消失一下的触感。他们越是竭尽所能的折磨我。 我越是毫无所感，心里还生出一股优越感来。王爷可还安好啊？傅生，这家伙居然还没有死。原来你复生之谜是取自你的复生之力。来人的路上。 听闻王爷最近不敢尝试，今日看来，虽双眼无法视物，听觉却恢复了呀。东海一战，他们也算是损失惨重，暂时无法出去为非作歹。此时若能与仙界联系，哪怕仙界的兵再不管用。 做将士，拿了他们那些通天的法器，战力至少能提高10倍。若我能回去，3个月了，我已有些难烦了。王爷，还不愿意主动交出碧海苍珠？碧海苍珠，你若真有本事，别需要废话。3个月了，你能炼化我吗？我求求你了，做个哑巴吧，别再刺激他了。王爷五行为火，又是凤凰之身，东海之上一场涅槃，将碧海苍珠融入了血液之中。这世间所有的炼液都无法灼伤。确实，这小小的法阵无法炼化。王爷不肯配合，
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三皇子莫要害怕，你和他不一样，你对我们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。这四方的喧哗，是与非，似梦似幻。轻落红尘，便一念成王。再多缠绵，煮一生孑然。浮生梦话，与你把酒相忘。既然恨铭刻入骨的泪，不负这一趟世间的缘，完整了心的空缺。再各赴誓约，倾诉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翅连宿凛冽的界限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颜。寒日月，倾尽一切为浩荡夙愿，意难全。维护万物不灭，竟然恨铭刻入骨的泪，不负这一趟世间的缘，完整了心的空缺，才各赴誓约。倾诉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翅连宿凛冽的界限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颜。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